听到政府要在你家后院新建垃圾焚化炉，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是不是马上就想要讲不要？这不是一道假设题。现在马来西亚的垃圾已经不只是堆积如山这么简单。我们每一天用的塑料餐盒、购物袋、双11疯狂 shopping 后的快递盒、塑料包装，过年过节那些华丽到夸张的礼盒。对了，还有那些经常出现在巷子转角的废弃家具、发霉的床褥，这些垃圾究竟去了哪里呢？没错，都塞进了已经快要撑不住的垃圾填埋场。为了应对这个棘手的问题，政府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在马来西亚半岛新建18座废料转化能源发电厂 WTE， 以取代传统的填埋方式。政府宣称这个计划安全、零垃圾、无毒，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公正党士拉央国会议员梁自坚在2023年揭露，学州万饶方圆15公里内就有2座以焚化炉技术运作的 WTE 计划。这背后的考量依据是什么呢？当地的煤炭山居民和非政府组织不断联署抗议，他们的担忧从何而来？这18座 WTE 究竟是解决马来西亚垃圾问题的救星，还是另一个隐藏的生态陷阱？带着这些疑惑，我们启动了长达半年的调查。我们翻遍了国内外的相关报道，研究了国际组织的分析报告，实地走访居民和专家，拆解这个复杂的垃圾问题。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刨根问底吧。2024年1月21号，大约300人聚集在万饶公主城，抗议学州政府在煤炭山新建 WTE 焚化炉计划。除了影响煤炭山的文化遗产地价值和可能造成的健康风险，反对者提醒当局不应该忽视煤炭山的特殊地质。退休校长陈丽华告诉我们，在90年代初期，几群华小的教室有一天突然冒出诡异的热气，师生们还出现头晕、恶心等等不舒服的症状，最后不得不疏散大家到安全的地方。这些异常现象和煤炭地层特质导致的地下火有着密切关联。消防为了找出原因呢，就找 bomber 了，还有地质学家来研究到底是什么原因了。开始的时候他们找原因根本都找不到什么原因，到最后找那个铲机来一点一点的挖，想把那些煤屑啊、那些炭皮啊把它挖掉，因为这个是以前采矿的时候挖出来的那些炭填上来的哦，填着这个山坡的哦，所以他想挖，慢慢挖，慢慢挖，越挖越深。突然间呢，大火冲上来，突然间他冲上来了，哇，吓到铲泥机整个人都想逃走。幸亏他冲上来以后，他就卸下来了，差一点就把他整个泥机就烧掉。集群华小的遭遇并不是个案。2011年，吴瑞国位于2号矿湖旁边的祖屋也曾经发生地下火事件，消防人员只好挖出地底下的煤炭，注水冷却这块地皮，花了7天才成功解决这些问题。It's just like about 20 meters away. Somebody started a rubbish burning there. And then the fire actually went underneath to my backyard. Here you can see the blue stripes there was burned. From there, fire spread underneath until my kitchen. This is my kitchen was totally burned. Firemen came and they destroyed. They have to take out the bricks and things like that, so totally wipe out, dig out the soil, dig out the coal, throw it somewhere else. And then after that, I have to order something like about 5 trucks of soil and top it up. 土生土长的拉维则亲眼见证了煤炭山曾经发生的一连串地陷事件。由于煤炭山地底下存在过去采矿的长隧道，一家洋灰厂在当地运行后，不断抽取大量地下水作为工业用途，结果引发了严重的地陷。事情严重到什么地步呢？根据拉维保存下来的旧报纸，州政府甚至提议要搬迁整个小镇，让居民撤离煤炭山。但对于居民来说，这里不仅仅是一块地，而是他们的家园。
后来，这家工厂停止抽取地下水后，地线问题才终于平息。不过，这些事件依然历历在目，让当地人担心，一旦开始建造 WTE 焚化炉，这座历史悠久的煤炭山将再度面临风险。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政府要选择在地质如此敏感的地段建设耗资不菲的 WTE 焚化炉。对于居民的忧虑，我们分别咨询了2位地质学家，他们的初步判断点出，情况或许没有居民想象中的糟糕。The sinkholes will only reappear if you have water being drawn down from the pond and therefore lower the groundwater in the surrounding area. Now, if they don't do anything about that, then I don't see how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project will lead to the development of sinkholes. 它如果它要烧的话呢，它是在表面，在它焚化炉里面烧，它没有在表面地表上面公开燃烧啊，所以就烧不了煤矿。无论如何，2位专家提醒我们，这片土地适不适合建设焚化炉，现在还不能下定论，一切都要等到官方完成详细的地质勘探，提交环境评估报告后，才能做出判断。说到 WTE 焚化炉，我们还得搞清楚另外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 WTE？ 政府一直强调这不是传统的焚化炉，那它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其实它跟现在我们说的 WTE 是没有分别的，只是以前就是纯粹的把它分化掉，现在的技术呢，就是可以把焚化的那个过程中，因为它可以制造很多的那个热能，它就把它转成能源。还有其他，比如说沼气发电。沼气发电就是 anaerobic digester 嘛，它就是从食物残渣这种可分解的这些垃圾呢，它经过一个过程制造沼气，然后沼气也是可以转换为能源，那也是 WTE 的其中一种。除了这2种技术，其实还有许多不同类型的 WTE， 比如在雪兰莪5级打卡卫生填埋场运用的填埋气体技术 landfill gas， 简单来说就是铺上一层塑料来收集沼气，再转换成电能，可以避免温室气体挥发到大气当中，又可以产生电能。焚化炉技术目前是在发展中国家最广泛使用的 WTE 形式之一，尤其是处理还没有经过充分分类的城市固体废料。目前，我国在森美兰波德申已经有1座投入运行的 WTE 焚化炉，雪兰莪尔榄填埋场则新建着第2座 WTE 焚化炉。我现在位于煤炭山，而我身后的呢就是第9号废矿湖。湖的对面就是雪兰莪州政府计划新建 WTE 焚化炉的地点。这座 WTE 焚化炉被命名为 Sultan Idris Shah 垃圾转能源绿色能源厂，是一项45亿令吉的项目，并且由雪州政府子公司 KDEB 还有杨宗理电力联合监管。根据计划书，这一座 WTE 焚化炉每一天可以处理高达2400吨来自6个雪州市政厅的垃圾，包括八达岭在野、安邦在野，还有沙亚南等等的垃圾。2400吨，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不到雪兰莪每天生产的1万吨垃圾总量的1/4。根据 KDEB 评估，垃圾燃烧过程可以产生58兆瓦电源，意味着可以同时满足大约2万户家庭1个月的日常用电。但专家也指出 ，WTE 所产生的电力，大部分情况之下呢，还是用来维持 WTE 本身的运作。另一边厢，专家也强调，产生电力并不是 WTE 的首要目标，关键在于将垃圾体积压缩到原本的10%，这样就可以有效延长现有的垃圾填埋场的使用寿命。想象一下，冬天旅行需要带上厚厚的羽绒服或者是厚外套，但用了真空压缩袋后，同样的衣服就瞬间变成了薄薄的包裹，可以轻松塞进行李箱，腾出更多的空间让我们塞其他物品。对于日益紧张的城市土地资源来说， WTE 焚化炉的主要作用也就是这样，压缩体积。Now we are talking about probably 90% will be dissolved at the plant. So of course it will produce residual, but that residual 10%, which is much less than what we used to,
we will bring it to the landfill. So for that manner, if that landfill previously, probably it can last, one landfill 100 acre or 150 acre can last maybe between 7 to 10 years. Now we can extend the lifelong of this landfill. Rather than it can last for 7 to 10 years, now it can probably 63 years to probably to 100 years. So it is good for the state in particular because less land has been used and victimized as a landfill. 可是烧垃圾肯定不仅仅是简单的点一把火烧掉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空气污染、灰渣处理、车辆排放、噪音污染、健康影响，这些都是居民和公民组织最担心的问题。We are afraid of dioxin, which causes cancer, and also miscarriages. Right? Proven again and again how disastrous and harmful this dioxin can be. Even with all your up-to-date and sophisticated air pollution control technologies, there will still be emissions. You cannot say there is zero emissions. Yeah, this could be from the gases, yeah, that is air pollution, and also ash. What are they going to do with the ash? 那我们就发现到呢，其实在靠近这个 proposed site， 这个他们的这个建议的地点呢，这个方圆的这个8公里里面呢，其实有至少18间学校 ，KDEB 啊，还有不然就是写州政府啊，还有 ESCO 啊 ，OK， 我们讲，哎呀 ，for the larger majority， 哦，你们牺牲一下吧。可是当你们用这个牺牲这个字的时候，哈，你就知道说这个项目一定是存在风险嘛。要不然的话，我们干嘛要牺牲？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在巴杜阿让、对拉旺这些人，我觉得要我们求我们的牺牲是很不合理的。居民们和公民组织的担忧是有迹可循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就指出，虽然当前的 WTE 技术已经能通过各种措施限制排放2恶英和呋喃这2个因为燃烧不完全而产生的致癌副产物。但是发展中国家通常缺乏严格的排放标准和执法，甚至一些发达国家也因为操作不当和维护不善，导致排放量超过安全限值。马来西亚目前就有4座小型焚化炉，分别在金马伦高原、刁曼岛、邦格岛和佛罗交怡。但总稽查报告揭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现实，其中3座常年处于完全停摆的状态。刁曼岛焚化炉的废气排放还一度不符合环境部标准，直到2022年才完成修缮。而佛罗交怡预计将会在2025年6月才会恢复运作。许多议员或州政府过去都对焚化炉提出过质疑，彭亨州政府去年更直言，刁曼岛和金马伦高原焚化炉计划以失败告终，如今无法操作。KDEB 主席南利和废弃物管理专家汤礼聪都认同，这4座小型焚化炉是失败的计划，但是不应该和政府如今计划推行的 WTE 焚化炉相提并论。Now, I got to make this thing very clear. Probably many years ago, there were a failed incinerator, for example. Now, the public must understand 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incinerator and waste to energy. 焚化炉其实在废弃物管理里面已经是超过100年的历史。那么它的技术也一直在改进，从以前到现在，现在在焚化炉的烟囱那边已经可以装置一些24小时管制的一些设施，你可以24小时不断的去监控它的排放浓度之类的气体的种类，种种都是可以管制的。房地部部长尼克敏多次重申，任何垃圾转能源项目所采用的技术都必须在其他国家运行10年或以上，在安全性和可行性得到保证下，房地部才会批准使用。Kita biarkan negara lain dulu buat. Mereka dah buat sejak tahun 1980-an. Jika yang tak selamat, no way. We are not going to approve that. So yang akan dibina di Malaysia, kena ada proven that it is already safe in other countries. 虽然部长拍胸口保证招标审核绝对不会放水，但居民还是不放心。从2003年马哈迪第一次提出新建垃圾焚化炉，到现在已经20年了。大型焚化炉计划就像一个不停变换地点的流浪者，从蒲种到五来岸，再到甲洞，如今落脚万饶。每一次变更都伴随着当地人的强烈反对。
万饶居民批评当局进行社会影响评估 SIA 时，选择性访问当地居民，无法完全反映当地人的心声。他们多次拉布条抗议，到新古毛补选施压，要求当权者对话。尽管学州大臣阿米鲁丁承诺会见居民，但一拖再拖，迟迟没有下文。万饶反对焚化炉连线 JITI 透露 ，KDEB 的计划书说明是建造一个可以处理2400吨的 WTE 焚化炉，但是在2023年10月6号的对话会中，他们从 KDEB 主席南利口中得知，未来还会陆续扩建，而且垃圾焚化炉计划将会分为4个阶段进行。2个月后 ，The Age 的报道也提到了这件事。除了这2400吨城市固体废料焚化炉，还会陆续建造100吨受管制废料焚化炉，还有另外一座可以承载1000吨垃圾的焚化炉，以及一座太阳能发电厂。本来以为只有2400吨，结果还加码，资讯不透明的情况更加剧了居民对当局的不信任。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即便收到超过4000份抗议书，士拉央市议会依然批准了这座 WTE 焚化炉计划的地皮，编号第3847地段的土地用途转换。而环境评估报告 EIA 一再展言，一系列操作让居民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已成定局、暗中拍板的交易。大马绿色和平组织联合其他30多个公民组织，向政府发出一封公开信，反对新建18座 WTE 的决定，批评这是一个错误的解决方法，会大幅度降低人们循环利用和减少垃圾的意愿，这和3R 策略相悖。20年来反对声浪不断，为什么政府坚持要新建焚化炉呢？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解决我国的垃圾问题了吗？让我们先来看一看一组数据。房地部统计显示，工业化程度最高、人口将近700万的雪兰莪，每一天产生大约8249吨固体垃圾。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把彭亨、登嘉楼、霹雳和槟城4个州属的垃圾总量全部加起来，才相当于一个雪兰莪单日生产的垃圾量。但管理雪兰莪垃圾的 KDEB 所提供的数据却更多，高达1万吨。如果把奥林匹克标准的游泳池当成是巨型的垃圾池，雪州一天就可以填满8座游泳池，1个月就可以填满240座。根据房地部2021年的数据，我国共有21个卫生填埋场以及116个非卫生填埋场，而且还有很多难以统计的非法垃圾场。不过 SW Corp 在12月指出，当局在2024年总共扫除关闭了7个州属的2634个非法垃圾填埋场。在土地资源紧张的情况下，我们不断增长的垃圾量和人口规模已经远远超出现有填埋场的承载能力。Now every probably 7 to 10 years, this landfill is going to be filled up, full capacity. I mean, there's no way we are going to reduce this waste at the rate of waste generation. Probably we are talking about 6% every year here in Selangor.And at the rate of 2% increase of population in Selangor. 调查过程中，汤理聪建议我们到填埋场看看这些隐秘的角落，观察周边环境有多糟糕。我去了，只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这个场景。一路上你会看到络绎不绝的垃圾车或者是重型货车，尘土飞扬。我当下马上翻出口罩，戴好了才下车准备拍摄，恶臭味扑面而来。令人担忧的是，填埋场还会造成水源和空气污染。理论上，把垃圾倒在填埋场后，需要再覆盖一层泥土，避免直接暴露在大气中。但是大家看看画面中这些白花花的东西，都是我们制造的垃圾，吸引了很多鸟和野狗来找东西吃，暗藏引发传染病的风险。
Untuk menutup satu tapak pelupusan sampah, it will cost us 20 million and above because it require a lot of treatment, the underground gas, okay, and then the pembersihan, berbagai proses perlu dilakukan. It is also very costly. That is the reason why we believe the way forward is from waste to energy. According to our finding and statistics, we are able to have 18 WTEs, which is financially viable and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关闭一个填埋场需要花费2000万令吉，那么斥资建造一座 WTE 焚化炉，它的性价比会比填埋场高吗？最终会不会又成为另一个百项计划？我们先了解一下马来西亚目前处理垃圾的模式。虽然我们没有直接支付垃圾处理费，但它通常包含在门牌税中，由地方政府向物业业主征收，为垃圾收集、街道清洁等服务付费。当局负责垃圾处理的规划和监督，但通常执行工作呢会外包给承包商，比如吉隆坡的阿拉 Flora 或者是雪兰莪的 KDEB Waste Management。传统垃圾填埋场处理费的价位目前位于每吨30到43令吉。那么 WTE 焚化炉的费用呢？我们目前找不到国内的数据，但在美国有 WTE 的州属，它的垃圾处理费比没有 WTE 的州属更高，而且有逐年涨价的趋势。可是汤礼聪认为，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填埋场和 WTE 焚化炉哪个更划算。如果继续仰赖表面上便宜的填埋场，我们就是在预支未来的资源。我们也不能够直接拿焚化炉的价钱和土埋场的来相提并论，因为土埋场你要知道，我们是把垃圾埋在土里面，它需要用一片很大的地，然后它是很多的那些垃圾在里面是不能够腐化的，不能够腐化，它就会永远待在那边。那块地的价钱不能够发展，你有算过它的价钱吗？然后地底下的污染制造的那些有毒的废水啊，还有那个废气啊，长远可能一个40年、50年的那个 cost 也没有人去算在里面。焚化炉的话呢，我们往往就是看它的建造费、它的那个收取处理费。可是你要知道，我们100公吨进去燃烧，就是可能只有5%是灰，需要去到土埋场的话，也是量是非常非常的少。它的管制、排烟、排水也是就是在那个设施的范围里面，而不是像一个土埋场，它是非常非常大的范围，你要去管制也非常的难。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承认 WTE 不能完全消除温室气体，能源产出也只占了全球新能源的1%。但 UNEP 强调，Reality Check 也就是现实考量，是发展中国家研究是否要采用 WTE 焚化炉技术的一大重点，因为我们不可能一步到位，马上让全民达到零废弃 （Zero Waste） 的理想国度。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谨记 ，WTE 没有办法单独解决现有的垃圾管理问题。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发布的垃圾管理决策指南强调，一个成功的 WTE 是很烧钱的工具，更不是一个可以盈利的设施。这份指南也强调，在废弃物管理的金字塔原则下 ，WTE 比填埋场更好，但是3R 才是最好的处理方式。换言之 ，WTE 不是完美的解决方案，只是垃圾管理中的一环。我们也不能说 WTE 是零垃圾、零填埋场，而且无毒，因为那些炉渣、底灰、飞灰都还是需要另外处理。而且填埋场和 WTE 都只是垃圾管理问题的下游解决方案，减少垃圾就得从源头开始。马来西亚就缺乏管理制造业者的法令，比如防止过度包装的包装法令。我们月饼的包装是很夸张的，你要吃的是那一块月饼，可是你花了很多钱是买那个包装。其他一个例子就是鸡精，6罐鸡精可以包得很大盒，因为里面的保丽龙的那个距离是很大的。这个包装法呢，如果是在韩国是违法的，因为1罐鸡精和第2罐鸡精的距离是有被法律规定的。We should be moving towards the zero waste. Yeah, zero waste approach has been proven effective in ensuring resource efficiency, resource recovery, and protection of scarce resources. Yeah, so the goal here is to reduce waste generation.
So when you're reducing waste generation, it also reduces the amount that has to be disposed. 我们长期被灌输垃圾是黄金的观念，无论是现任部长还是前任部长，乃至政府内部都喜欢谈 waste to wealth， 废物变财富 ，lihat sampah sebagai wang ringgit。汤礼聪直言，这是一种误导，不仅会荼毒人民的思维，长远来看，还可能抹杀人民对垃圾管理应有的责任感。不管是中央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不应该有这个 slogan waste to wealth， 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可以从垃圾里面赚钱的。肯定我们需要传达给人民的是，垃圾是一个责任 ，waste is a responsibility。你应该告诉人民的是，政府花了好多钱在 waste management 里面 ，so please， 我们应该扮演好什么样的角色，去减量啊，去做好你的分类啊，种种，你的责任很多。我们总是羡慕日本、台湾或者是其他国家在垃圾分类或者公共卫生做得有多好，但扪心自问，我们有没有认真对待自己制造的垃圾呢？没有政治意愿，再好的政策都是空谈；没有严格的执法，任何政策都将会事倍功半。不把态度变成行动，再多宣传教育都是白费力气。真正的挑战在于我们是否愿意重构废弃物管理的生态系统。这不仅需要技术和政策的支持，更需要改变每一个人的思维。从政府到基层民众，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告别用完就丢的惰性，重新审视我们和环境的关系。他们的唯一的 solution 和唯一的解决方式就是这个垃圾焚化炉，所以这些 sustainable 的这解决方案没有兴趣。因为很久才可以看到效果，所以要去教育人民啊，你要去这个 3R， 这是很长时间的。可是从当初他们 propose 从那个 Broga 那一边，如果从那个时候他们开始的话，已经 aware of 这个情况了。从那个时候他们开始已经是教育人这个 3R 的问题，他们今天不会再重复要用这个垃圾焚化的问题。可是就是没有人要去做这件事情。If they are building the incinerator in the Rawang, KL, but not building in Batu Arang, do you think that this kind of plan work for you guys? See, it depends on how far is it, because that place do not have fire risk. But if it's populated, is within 7.5 kilometers, that is a standard EIA standard for Puchuk incinerator, right? If they are far away, right, then it's up to the people there. If they want us to come and help, we will help. Incinerator! 是不是觉得这一集的信息量爆棚嘞？制作这一种深度报道真的很不容易。欢迎扫码捐款，或者是点击订阅 Kini TV 和当今大马。你的支持是推动我们继续坚持制作好内容的动力。谢谢大家。